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一念清醒万山开》故事解说。我是林月，这套市中心千万江景大平层是我婚前全款购入的私有房产，我才是这里唯一的合法主人。3年前，我心疼丈夫陈宇家境普通，心软默许婆婆和无房的小叔子陈凯免费入住。我真心善待陈家所有人，免费收留，包吃包住，亲近包容。可我的善良终究养出了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3年寄居，他们将我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，悄悄觊觎我的千万豪宅。如今陈凯即将结婚，陈家一家人联手颠倒黑白，鸠占鹊巢，硬生生要将我这个房主扫地出门。既然你们不念恩情，贪得无厌，那我也不必再做隐忍的贤妻良母。这房子容不下我，你们就谁也别想安稳度日。我定要让这一家人当众颜面尽失，身败名裂。我提前下班回家，推开主卧门，正好撞见陈凯和他未婚妻孙曼曼在我的床上肆意嬉闹。孙曼曼慵懒靠在我的床头，满眼得意。这床太舒服了，凯哥，等我们结婚，这间主卧必须归我。陈凯宠溺附和，底气嚣张。那是自然，我哥和我嫂子就是暂时暂住，等我们成婚，这里就是我们的专属婚房。两人听见动静抬头，孙曼曼立刻面露不耐，厉声呵斥：“你谁啊？懂不懂规矩？随便进别人婚房！”我冷眸直视二人，声音清冷：“我是林月，这是我的房间。”陈凯瞬间尴尬起身，语气慌乱：“嫂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”我步步上前，寒意彻骨：“我回自己的家，还要挑你们不在的时间，大白天霸占我的床，乱翻我的私物。陈凯，你真是毫无教养。”孙曼曼挑眉轻蔑，态度蛮横：“寄居在我家，就该有寄人篱下的规矩。这是我和凯凯的婚房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这个外人不准踏进一步。借住！”我只觉得无比讽刺。这套房子全款是我出的，屋里所有陈设，包括陈凯身上的睡衣，全都是我的东西。我好心收留他们3年，到头来，我的一切竟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。陈凯顺着孙曼曼的话打压我：“曼曼别气，我回头就让他懂规矩。”孙曼曼满脸嫌弃：“我可不想婚后家里住着穷亲戚，拉低我们家的档次。”我死死盯着陈凯，一字一句质问：“你再说一遍，这房子到底是谁的？”争执声引来婆婆赵玉兰，她一进门就厉声呵斥：“吵什么吵？一天到晚乌烟瘴气！”我瞬间想起3年前，她拉着我的手软声哀求，说新房空置可惜，接小叔子同住，既能打理家事，又能给房子添人气、旺风水。我一时心软，点头应允，谁知竟是引狼入室，给自己埋下无尽祸患。转头看向现在的婆婆，她早已换了一副嘴脸，殷勤的给孙曼曼递水果，转头就对我疾言厉色：“林月，我正式通知你，凯凯和曼曼要结婚了。主卧戴衣帽间的次卧全部腾出来给小两口，这里以后没你的位置。你和陈宇收拾东西，搬回你娘家去，别在这碍眼，耽误我儿子大婚。”我难以置信，你让我滚出我自己全款买的房子？婆婆理直气壮，颠倒黑白：“这是我儿子陈凯全款买的婚房，你就是个借住的嫂子，凭什么占着房子不走？”这时陈宇推门回家，我看向他，满心期待他分清是非。可不等我开口，婆婆立刻施压逼迫：“老大，你想清楚再说。你弟弟结婚是终身大事，你做哥嫂的必须让步，别眼睁睁看着他结不了婚。”陈宇最终选择偏袒家人，道德绑架我。月月，都是一家人，别计较。等弟弟结完婚，我们就搬回来。你现在不搬，就是破坏家庭和睦。陈凯立刻得意附和：“还是大哥明事理。”我彻底心寒，冷笑出声：“既然你这么顾全大局，那你留下来住。至于你们这群外人，今天必须给我滚出去。今日恰逢丢病日，民俗有言：3丢病痛，2丢烦恼，3丢身边烂人。这一家人耗光了我3年的温柔与包容，是时候彻底舍弃了。”婆婆见我态度强硬，怒声催促：“赶紧交钥匙滚回娘家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！”我假意妥协，压下心底翻涌的情绪：“好，钥匙我给你。”婆婆满脸得意，以为彻底拿捏住我，可他们不知道，真正的清算才刚刚开始。我转身之际，猛然发现我的首饰盒空空如也，我母亲临终留给我的唯一一物绝版冰丝紫罗兰玉镯不见了。那是我最珍贵的念想，平日里连戴都舍不得戴，锁在专属保险柜，全屋只有陈宇知道密码。陈宇连忙拉我，假意安抚：“月月你别气，我也是没办法，我妈就这一个心愿。”我一把甩开他，满眼厌恶：“少拿你妈绑架我！我的玉镯去哪了？”谎言被戳穿，陈宇彻底摆烂，语气敷衍又凉薄：“不就是一个镯子，都是一家人，分什么彼此？慢慢戴着好看，就让他戴着，我以后给你买个金的补上。”话音刚落，
孙曼曼抬手炫耀，手腕上正是我的绝版玉镯，满脸虚荣。阿姨送我的陈家传家宝就是不一样，7位数的品相，果然高贵。陈凯宠溺笑道：“我妈最疼我，最好的东西自然留给我媳妇。”我步步逼近，语气冰冷：“摘下来，还给我，这是我妈的遗物，不是陈家的东西。”孙曼曼瞬间炸毛撒泼：“你疯了？嫁进陈家，你的东西就是陈家的，一个破镯子也好意思斤斤计较？”我冷声警告：“私自侵占他人遗物，属于盗窃。我最后说一次，还给我，不然我立刻报警。”孙曼曼当即装可怜尖叫：“凯哥救我！他抢我东西！”陈宇不分青红皂白冲上来推开我，厉声呵斥：“林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”婆婆和陈凯接连煽风点火，句句指责我不懂事。下一秒，陈宇抬手狠狠一巴掌甩在我脸上，清脆的巴掌声响彻全屋，也彻底打碎了我对这段婚姻最后一丝幻想。我缓缓抬头，眼底再无温度。你们喜欢我的房子，贪念我的玉镯，那就好好拿着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虚假的美梦能撑到什么时候。陈家众人纷纷夸赞陈宇有威严，治得住我。而孙曼曼直接开启直播，对着上万网友大肆吹嘘，疯狂立豪门人设。直播间，孙曼曼对着镜头得意炫耀，终于要住进我老公全款买的1000万江景大平层了，还有婆婆送的7位数传家宝玉镯，以后我就是这里的女主人。直播间网友纷纷吹捧，人人羡慕她嫁入豪门，命好有福。孙曼曼愈发嚣张，撒娇道：“凯哥，婚礼结束，我带闺蜜来新家开开眼界。”陈凯搂紧她，嚣张十足：“随便带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地盘。”我冷眼看完这场拙劣的表演，面无表情拨通了律师电话：“王律师，我发你的证据都看过了。”王律师专业回复：“看过林总，房产、玉镯的所有权属证明都在你名下。对方公开谎称财物归自己，恶意侵占，证据完整闭环，已构成非法侵占，足以立案追责。”我眼底寒光凛冽。很好，婚礼结束，正式收网。我要让他们连本带利归还一切，当众身败名裂。挂断电话，我立刻联系搬家团队。张师傅，市中心1号顶座大平层，密码0715，屋内所有物品全部清空搬走，一件不留，加急处理。与此同时，我早已冻结陈宇的银行卡，彻底断掉他们所有后路。白吃白住3年，恩将仇报，今天该彻底清场了。婚礼当天，陈家亲戚齐聚，场面热闹非凡。婆婆带着众人乘车前往酒店，座位坐满后，她故意看着落后的我，当众嘲讽：“亲戚多坐不下，某些外人自己打车去吧。”满车亲戚哄堂大笑，极尽羞辱。陈宇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选择沉默上车。我冷眼看着车队驶离，淡淡开口：“可以执行了。”酒店内，孙曼曼全程直播，继续抹黑我，抬高自己。她对着镜头故作委屈：“家人们，这是我大嫂，结婚3年没房没本事，一直死皮赖脸蹭住我老公的豪宅，妥妥的吸血鬼。”直播间恶意弹幕刷屏，人人嘲讽我卑微寄人篱下。孙曼曼转头看向我，故作大度：“全网都看着呢，你就不羞愧吗？”我淡淡抬眼，我只是在看人登高吹牛，自我陶醉的滑稽模样。孙曼曼被噎得语塞，继续炫耀玉镯和豪宅，大肆吹捧陈凯年轻有为，全款置业，嘲讽我和陈宇窝囊没用，靠弟弟接济。陈家母子3人一唱一和，在众人面前极尽风光，彻底把谎言演成了真相。我冷眼看着这场闹剧，你们尽管吹，谎言吹得越大，摔得越粉身碎骨。另一边，豪宅内搬家团队全力作业，崭新的婚房喜字还未撕下，全屋家具、家电、奢侈品、衣物被尽数清空，干净的只剩墙壁。酒店宴席尾声，陈凯手持话筒，意气风发地宣布：“各位亲友，饭后大家别走，我带大家回我的江景大平层做客喝茶，好好热闹一番。”亲友们欢呼起哄，满心期待一睹1000万豪宅的风采，纷纷夸赞陈凯出戏，孙曼曼嫁得好。陈凯愈发飘飘然，当众嘲讽：“人终究要靠自己本事，没本事买房，结婚还蹭弟弟婚房，只会被人戳脊梁骨。”我默然旁观，心中冷笑：你们的巅峰虚荣，马上就要彻底落幕。宴席散场，众人准备前往豪宅。酒店工作人员快步上前拦住陈凯：“陈先生，您的婚宴尾款86000元未结清，刷卡显示卡片已冻结，余额不足。”陈凯瞬间脸色煞白，当众翻车，颜面尽失。他反复尝试刷卡，四处借钱，全部无果。情急之下，他怒吼陈宇：“哥，说好你结账的，赶紧付钱！”陈宇转头急切求我：“月月，快刷卡结账，别让弟弟当众丢人。”我冷眼反问：“你弟弟结婚，凭什么我付钱？”
僵持良久，场面尴尬至极。最终我淡然出手，结清尾款，稳住了他们最后一点体面，只为让后续的反转更加彻底。一众亲友浩浩荡荡奔赴豪宅，可到了家门口，打脸一幕骤然上演。陈凯指纹解锁失败，输入密码提示错误，反复尝试始终无法开门。亲友们面面相觑，满脸疑惑。我适时开口，声音清冷传遍全场。密码和门锁都是我手机远程管控，我随时可以更改，你们当然打不开。婆婆慌忙催促，拿备用钥匙，别在亲戚面前丢人。陈凯用备用钥匙勉强开门，众人一拥而入，瞬间全场死寂。方才还被吹嘘成奢华千万豪宅的屋子，此刻空空如也，一无所有，只剩墙上孤零零的大红喜字，格外讽刺。孙曼曼瞬间崩溃尖叫：我的包，我的高定礼服、护肤品全没了，遭贼了！直播间彻底炸锅，满屏嘲讽。大型翻车现场，打肿脸充胖子，豪宅骗局，霸占房主房子被清场。孙曼曼又羞又怒，死死盯着我歇斯底里。林月是你干的，你被赶出去就报复我们，故意毁我婚礼。婆婆立刻撒泼怒骂，你赶紧把东西原样送回来，不然我就让我儿子跟你离婚，让你身败名裂。陈宇也厉声指责，你太疯了，非要把事情闹绝吗？我淡然回击，离婚可以，明天9点民政局门口，谁不来谁是孙子。另外，我倒想问问大家，这既然是陈凯的房子，我一个被赶出门的外人，凭什么能随意找人搬空全屋？一句话点醒所有人，亲友们纷纷质疑，自己的房子怎么会被外人掌控？连密码都不知道，明显不是你的房，全是吹牛骗人的。陈凯慌乱狡辩，他之前住这里留了后手，故意坑我大婚。一位长辈开口解围，别吵了，小区安保严密，查监控自见分晓。一行人随即赶往物业，陈家众人依旧嚣张跋扈，倒打一耙，怒斥物业安保失职，内外勾结偷东西，要求立刻调监控抓人，全网曝光。物业工作人员依规询问，请出示房产证、购房合同，核实业主身份后方可调取监控。陈凯瞬间慌乱之无，房本在保险柜，谁会随身携带？通融一下不行吗？物业态度坚决，无产权证明无法核实归属，无法调证。亲友们的质疑声越来越浓，陈家谎言彻底摇摇欲坠。物业随后调取全部监控，当场公示结果，无入室盗窃痕迹。今日上午，正规搬家团队持业主授权手续、合法协议上门清空房屋，全程合规。陈凯依旧不死心，强硬要求搬家公司到场对质。工作人员赶来后，当场出示亲笔签字的搬家协议、产权核对记录，所有手续合法齐全。本次清场受房屋唯一户主林月女士全权委托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。全场哗然，直播间弹幕彻底刷屏嘲讽。所有亲友终于看清陈家全员演戏、霸占他人房产的真相。孙曼曼彻底崩溃失态，尖叫质问：这是我们的婚房，你凭什么乱动？我气场全开，冷笑回击：凭我是这套房子唯一的合法房主，我的房子，我的私产，我想怎么处置，轮不到外人智慧。亲友们纷纷出声指责，痛斥陈家忘恩负义、鸠占鹊巢、虚荣撒谎、欺负儿媳。婆婆气急败坏，依旧撒泼放狠话：我要报警抓你！我坦然应战，尽管报，就算你们不报，我也要依法追责。孙曼曼当即报警，哭诉我恶意损毁她的婚房财物。趁着众人等候民警到场的间隙，我当众亮出所有证据：房产证、全款购房凭证、预着购买发票、保险柜开启记录、对方直播侵占诽谤的完整录屏。我字字铿锵，传遍全场与直播间。这套千万豪宅是我林月婚前全款独有财产。3年前我心软收留陈家母子，免费供养，包吃包住，亲近善意。可他们贪得无厌，恩将仇报，联手逼我搬离，霸占我的房产，私自盗取我母亲的遗物玉镯，还公然网络造谣，抹黑我名声，冒充豪门博取虚荣。你们的所作所为早已构成非法侵占与恶意诽谤，铁证如山，无可辩驳。话音落下，陈家3人脸色惨白，浑身僵硬，再也无力狡辩，彻底颜面扫地，狼狈不堪。围观亲友唏嘘不已，纷纷斥责陈家贪婪无度，颠倒黑白。直播间10几万网友彻底看清真相，满屏皆是对我的同情，对陈家的唾弃。我静静看着这群跌落神坛、美梦破碎的人，心中毫无波澜。善良需要底线，包容应有尺度。3年退让换来得寸进尺，今日我亲手撕碎他们的虚假美梦，让贪念与恶意尽数付出代价。